你是否曾感觉自己的日子正在变成彼此模糊的副本？一连串无休止的紧急任务却通向任何地方，你奔波、忙碌、回复信息、扑灭火焰，但到了一天结束时，一种苦涩的空虚感依然存在。这就是忙碌的瘫痪。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大量的移动，却没有真正的进展。你筋疲力尽地躺下，承诺明天会有所不同，明天你将最终开始建立你想要的生活。但明天变成了今天，循环重复，带着同样的挫败感，同样的感觉，即你最宝贵的资源，你的时间正像细沙一样从你的指尖流逝。你曾向自己承诺要成为的那个人去了哪里？他仍然在那里，被埋在空洞的紧迫性的重压之下。这种停滞的感觉是一种缓慢腐蚀灵魂的毒药。有多少次你在夜晚结束时带着苦涩的悔恨，意识到又一天过去了，而任何真正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完成。你拿起手机想快速休息5分钟，一个小小的奖励，结果1个小时后才出来，不是更精神焕发，而是更疲惫、更焦虑，充满内疚。这是一个自我破坏的恶性循环。焦虑增长，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潜力。你感觉到你内心存在的力量，创造、建立，成为你生来就要成为的那个人的能力。但在这种认知和有意义的行动之间，似乎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场对抗失去时间的战争是可以胜利的呢？如果今天就是你停止成为环境的受害者，而成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的日子呢？解决方案不在于又一个生产力应用程序或一个无休止的任务清单。解决方案是一种范式转变，是你思想和日子的重新设计。在这个视频中，我将教给你这次转变的钥匙。我们不谈论技巧，我们谈论法令。我向你介绍时间的5条法令，5个你今天就可以执行的不容协商的行动，以停止浪费时间，并最终开始建立你应得的生活。你的改变不是从明天开始，它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在这些话的每一个字中都感受到了真实，如果你承认这场战斗是你的战斗，那么就做出你的第一个改变的声明，不是为我，而是为你自己。留下你的赞来封印这个初步的承诺。订阅频道以加入一个由自己时间的建筑师组成的军团，并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段旅程。告诉我们你正在从哪里向拖延宣战。这是你的第一个意图行动，是从瘫痪走向行动的第一步。现在就做感受一个小小的决定可以创造的力量转变。战场已经设定，你成为当下主人的旅程就在这一刻开始。解决你瘫痪的方案不是一种外部力量，不是你需要等待的激励浪潮。解决方案是一种内部技术，一种你已经拥有但需要被激活的能力，我们称之为时间架构。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古老而尘封的哲学，而是为人类心智开发和测试了数千年的最强大的操作系统。现代斯多葛主义不是关于压抑情感或被动接受命运，它是关于成为自己现实的工程师。这是一门区分你能控制的事物的艺术，然后以手术般的精确度，将你所有的能量集中在你能触及的范围内，你的行动、你的选择，以及最重要的，你在此刻的注意力。让我们重新构建你的斗争。改变生活不是将在某个神奇的明天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它是你现在就在这一刻做出的一个工程学决定。这是有意识的，一砖一瓦的用意图构建你的一天的行为。而停止浪费时间并不意味着用疯狂的工作填满每一秒，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瘫痪。它意味着向分心宣战，它
它意味着像捍卫神圣资源一样捍卫你的注意力，这是你真正拥有的唯一资本。你将不再允许算法、通知和他人的空洞要求支配你生活的流向。你所寻求的生活改变，实际上是一种沉默的、日常的自我主宰行为，是成为自己时间君主的纪律。斯多葛派哲学家塞内卡，罗马最忙碌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在2000年前就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不是我们拥有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的太多。他意识到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就好像他们将永远活下去，推迟他们的抱负，允许时间的小偷窃取他们的日子。塞内卡教导我们，生命即使漫长，也会因我们的疏忽而变得短暂。通过采纳时间建筑师的心态，你内化了这种智慧。你不再是你自己生活中的被动租户，而成为建筑大师。每一天不仅仅是又一个要生存的日子，而是一块用来建造你品格的堡垒和你存在遗产的原材料。恢复控制的第一条法令是单一意图法令。今天，你不会试图征服世界。你不会淹没在一个包含20个任务的清单中，你将选择一件事，一个单一的、不容协商的优先事项。如果完成，将使这一天成为一场胜利，无论其他一切如何。这不仅是你最重要的任务，这是将推动你所有进展的杠杆。想一想，如果今天执行，哪一个单一的行动会让你更接近明天你想成为的人？清晰地定义它，写下来，刻在你的脑海里。这是你未来几个小时的北极星。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及时而强大的。你的心智被数字混乱所训练，会尖叫着要求更多。他会说，只专注于一件事是低效的。你需要同时处理多个盘子才能有生产力。这是忙碌的瘫痪的诱惑，即忙碌等同于进步的幻觉。自然的倾向是创建一个庞大的任务清单来让自己感觉重要，为缺乏实际进展找借口。但事实是，多任务处理是一个谎言，它只是同时搞砸几件事情的机会。单一优先事项的清晰是你对抗分心和信息过载的迷雾的最锋利的武器。让我们使用我们的比喻，你的一天是一片领土，反应是心态随机播撒种子，希望有什么能长出来，结果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田地，弱小的植物争夺资源。然而时间建筑师的行动方式不同，他明白要培育一棵强壮、枝繁叶茂的树，他需要将他所有的注意力、水和养分都投入到一个点上。你的单一意图就是那棵树，通过专注于它，你并不是在忽视领土的其他部分，你是在确保在那里建造一些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一些能长期提供阴粮和果实的东西，其他一切都可以等待。你的使命不行。因此，这第一条法令的结论是获得清晰。通过定义你的单一优先事项，你将一个混乱的一天转变为一个有着明确目的地的旅程。你不再是随波逐流，对波浪做出反应，你在掌舵，航线已定。这种清晰产生专注，而专注产生动力。以前分散在10个不同方向的能量，现在变成了一束激光，能够切开拖延和怀疑。你一天的胜利将不是由划掉的任务数量来衡量，而是由你唯一的、真正的使命的有意义的完成来衡量。执行它，你就赢了。你的心智会抵抗，它会把其他紧急任务当作诱饵呈现出来。回复那封邮件，打那个电话，整理那堆文件，它们是拖延的警报器，试图让你的船偏离航向。你需要成为自己专注的守护者。马可·奥勒留提醒自己，不要浪费时间
争论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成为一个。同样，不要浪费时间考虑10个优先事项，选择一个并执行它。纪律不是关于做你讨厌的事情，而是关于保护你真正想要实现的东西，免受你当下想要的东西的干扰。这条法令的力量在于其激进的简单性。在一个颂扬复杂和忙碌的世界里，选择一件事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这是你对紧迫性暴政的独立宣言。想想这个决定带来的解脱感，必须做所有事情的焦虑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确切知道需要做什么的平静。这种平静不是被动，它是被抑制的力量。它是一个捕食者等待正确时机行动的宁静，带着完全的专注和没有能量的浪费。这是你建立心智堡垒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单一意图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创造了多米诺效应，在一天开始时就完成你最重要的使命，不仅确保了一场胜利，还释放了一股积极的能量和信心。你感到有能力、高效并且掌控一切，这种感觉推动了你需要完成的所有其他较小的活动。你不再以被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清单压得喘不过气和已经失败的感觉开始一天，而是以一个具体的证明你自己效能的证据开始。你通过行动提醒自己，是你决定了你一天的条款，而不是环境。实际应用是及时的，在你被数字漩涡吸进去之前，在你打开你的电子邮件或社交网络之前，拿一张纸，写下这句话：如果我今天只能做一件事，那将是完成它。在一天中保持这张纸可见，它是你的宪法，你的法律。每当你感到迷失或分心时，看看它，它是你的指南针，指挥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个5分钟的小仪式是区分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反应者和建筑师的东西。不要低估这项任务的难度。现代社会让你相信，你的价值与你持续忙碌和可用的能力有关。主张专注于一件事的权利需要勇气，它是对成千上万的其他分心说不，以便能对你自己的进化说一个强有力的事。但结果是自由，免于焦虑的自由，免于内疚的自由，以及在一天结束时不仅疲惫而且自豪的自由。为在你的时间领土上建造了有价值的东西而自豪。在一天结束时，当你回顾并看到你的单一意图已完成时，你将理解生产力的真正含义。它不是关于从清单上划掉项目，而是关于在对你生活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推动指针。你将拥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你能够将意图转化为现实，而这种信心是所有未来胜利都将建立在其上的基石。这第一条法令不仅仅是关于管理任务，它是关于锻造一种新的品格，一个新的身份，作为一个对自己承诺的事情信守承诺的人。现在你有了你的使命，你需要一个地方来执行它。第2条法令是数字堡垒法令。在一个确定的不容协商的时间段内，无论是90分钟、60分钟，还是仅仅30分钟，你将创造一个绝对专注的环境，没有任何数字干扰。这意味着你的手机将在另一个房间处于飞行模式或关闭状态，你浏览器的所有非必要标签页都将关闭，通知将被禁用。在这段时间里，外部世界不存在，只有你和你的使命。你不仅仅是在工作，你在积极地捍卫你心智领土的边界，抵御分心的入侵者。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数字阶段综合症。你的心智沉迷于多巴胺的小刺激，会在沉默中感到不舒服。快速查看通知的冲动将几乎无法抗拒。你会感到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害怕错过重要的事情，即著名的FOMO错失恐惧症。这是你的反应性大脑的声音，
被条件化以寻求新奇和持续的中断。自然的倾向是屈服，是告诉自己看一眼不会有坏处，但每一次小小的查看都是你堡垒墙上的一个缺口，让分心的大军入侵并掠夺你最宝贵的资源——深度注意力。领土的比喻在这里至关重要。想象你的心智是一座城堡，你的注意力是里面守护的宝藏，通知电子邮件和信息是敌人的侦察兵，探测城墙以寻找弱点。如果你让主门敞开，你的手机就在旁边，你就是在邀请入侵。建立你的数字堡垒是拉起吊桥，关闭城门，并在城垛上部署弓箭手的行为。你正在创造一个不可侵犯的圣所，在那里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深刻而有意义的工作。在这些墙内，你是绝对的君主，外部世界的混乱可以等待。在这里，秩序和目的统治一切。这一条法令的结论是达到心流状态。通过消除干扰，你给你的心智一个完全沉浸在任务中的机会。正是在这种完全沉浸的状态下，你才能以更快、更高质量的方式产出你最好的工作。你不再只是触及表面，而是开始深入挖掘。堡垒不是为了囚禁你，而是为了解放你，将你从反应性、焦虑和肤浅、碎片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在时间段结束时，离开你的堡垒时，你不会感到精疲力竭，而是充满活力，带着以专注和强大的方式付出了你最大的努力的满足感。这种刻意断开连接的行为是一种积极的冥想形式，这是对你心智的训练，教导他在沉默和单一专注中找到舒适。一开始会很不舒服，你会注意到你的心智变得多么不安，但通过练习，你会开始渴望这些隔离的时期，它们将成为你一天中最富有成效、最平静的部分。你会意识到，99%看起来紧急的事情，实际上都可以等待，而害怕错过的恐惧只是一种幻觉，一种由现代科技的成瘾性设计制造出来的焦虑。你正在重新配置你与技术的关系，从主人，它变成了你的仆人。你决定何时使用它，为什么目的使用它，以及使用多长时间。你不再是被动地对其刺激做出反应的产品，你是用户，将其作为实现你自己目标的工具来使用。这种权利的转变是根本性的，这是成为算法的奴隶和成为自己心智的主人之间的区别。数字堡垒是你掌握这种技能的训练场，一个你练习深度专注艺术的地方，直到它成为你的默认设置。艾比克泰德，一个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之一的奴隶，教导说，真正的自由在于只专注于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在现代世界，很少有事情像我们为自己创造的数字环境那样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关掉手机是一种权利行为，关闭标签页是一种意图声明。你正在对你的数字领域行使你的主权，拒绝让它支配你的情绪、你的思想和你的行动。这是斯多葛主义实践最纯粹、最适用的形式。实施很简单，但并不容易。为你的时间段结束设置一个闹钟。如果需要与人沟通，你将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联系，然后遵守你的承诺，把这段时间当作与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你正在努力塑造的未来版本的自己的会议。不要让他失望。每一次你抵抗分心的冲动，你都在加强你的纪律肌肉。每一个专注的时间段都是你心智堡垒墙上的一块砖。这并不是要憎恨技术，而是要明智地使用它。同一个工具，既可以是你最大的分心来源，也可以是你最大的进步杠杆。区别在于意图性。数字堡垒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条件使用技术，
你从被动消费模式转变为主动创造模式，你不再是科技公司的目标，而成为一个使用他们的工具来完成自己宏伟项目的建筑师。最终的结果是恢复你深度思考的能力。在一个肤浅工作可以被自动化的经济体中，专注并产出高质量工作的能力是你最大的竞争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你个人满足感的最大来源。沉浸在任务中，几个小时后，带着创造出的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出现的感觉，是人类最令人满足的体验之一。数字堡垒是通往这种体验的门户，用你的生命来捍卫它。这是进步最大的敌人——惯性。任务看起来太大，精力太少，而你所在的位置和你需要到达的位置之间的距离似乎不可逾越。这就是第3条法令的用武之地——启动行动法令，也称为2分钟规则。你的使命不是现在就完成整个任务，你唯一且专属的使命是开始，是采取尽可能小的步骤来参与活动。如果你的单一意图是写一份报告，你的启动行动是打开文档并写一个句子；如果是训练，那就是穿上你的运动服，仅此而已。内心的冲突是来自过载的声音。我们的心智看着整座山感到瘫痪，它计算到达顶峰所需的所有努力，并决定最好还是不要开始。拖延不是懒惰，它常常是对焦虑的一种反应。自然的倾向是等待一个完美的灵感时刻，等待一股能毫不费力地载着我们的激励浪潮。但那股浪潮很少到来。激励不是行动的原因，它是结果。行动产生激励，而启动行动是点燃这个引擎的火花。我们领土的比喻完美适用。想象你的大任务是离一整块田，看着广袤的土地可能会令人沮丧。启动行动法令只是你不要担心那块田，你唯一的任务是启动拖拉机，只是转动钥匙。一旦引擎运转起来，声音和震动改变了你的心理。突然间，离第一行似乎不那么难了，第一行之后，第2行就更容易了。开始的行为无论多么微小，都打破了瘫痪，并创造了之前不存在的动力。这条法令的结论是战胜拖延。2分钟规则绕过了边缘系统，即我们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那部分大脑。一个2分钟的承诺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心智不会将其记录为威胁，没有焦虑，没有阻力。但神奇的事情发生在2分钟结束后。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是对的，运动中的物体倾向于保持运动。一旦你开始了，继续下去比从零开始要容易得多。你欺骗了自己的阻力，并利用心理学为你服务。这不是一个生产力技巧，这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我们是习惯和动力的生物，任何旅程中最困难的一步总是第一步。通过让这第一步变得极其容易，你移除了通往你成功的主要障碍。你停止与自己谈判，你停止等待感觉准备好，你只是行动。在行动中，你找到了你一直在寻找的清晰、能量和激励。想想所有你推迟重要事情的时候，你感受到的阻力几乎是物理性的。2分钟规则是你的攻城锤，是你施加在拖延之门最薄弱点上的集中力量。一旦门屈服，你意志的其余军队就可以通过它前进，将此用于一切。想多读书，读1页；想冥想，冥想1分钟；想整理你的家，整理一个物品。初始行动的大小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打破惯性。斯多葛派学者珍视行动高于一切，他们知道哲学不是辩论练习，而是生活的指南。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日记中写作，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提醒自己如何行动。
他对自己说，黎明时分，当你懒得起床时，手边要有这个想法：我起床是为了做人类的工作。启动行动法令是这一原则的现代体现，它是你对早晨的犹豫、下午的迟疑、夜晚的疲劳的实际回应，这是你对自己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的工作的承诺。这条法令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把你从一个被动的规划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执行者。许多人一生都在绘制完美的地图，但从未在旅程中迈出第一步。时间建筑师明白，一张不完美的地图伴随着持续的行动，远比从未离开纸面的完美计划要优越。行动产生数据，行动产生学习，行动产生结果。现在就开始，即使方式微小且不完美。所以，当你面对你的单一意图，在你的数字堡垒内仍然感到阻力时，援引这条法令，对自己说，就2分钟，允许自己之后可以停下来。如果你想的话，大多数时候你不会想停。你将激活了动力的力量，而这种动力日复一日的培养，就是建造帝国、写书、塑造身体和改变生活的东西。千里之行却是始于足下。迈出那一步，这个原则解除了所有借口中最常见的一个：我没有时间。每个人都有2分钟，通过策略性的使用这2分钟，你常常会解锁你不知道自己拥有的30分钟或1个小时的时间块。你向自己证明，时间不足不是真正的问题，缺乏主动性才是。通过持续克服这个障碍，你成为了一个不等条件完美的人，你成为了通过行动创造条件的人。在一天结束时，战斗并未结束，一个关键阶段开始了复盘。第4条法令是夜间判决法令，只需5分钟。在你休息之前，你将坐下来，用一本笔记本复盘你的表现。这不是一个进行自我评判或严厉批评的时刻，这是一个收集数据的时刻，就像科学家分析实验结果一样。你会问3个简单的问题：今天什么奏效了？什么没奏效？明天我将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没有戏剧性，没有内疚，只有你一天的客观事实，记录下来以供学习。内心的冲突是避免自我评估的倾向。更容易的做法是简单的忘记一个没有成效的一天，将挫败感淹没在娱乐中，并希望明天会奇迹般的变得更好。直面我们的失败是不舒服的，它需要诚实和勇气。心智更喜欢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的幻觉，即使证据指向相反。自然的倾向要么是用破坏性的批评来惩罚自己，要么是完全忽略结果。这2条路都保证了第2天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建筑师的比喻在这里很有力，没有建筑师会在不持续复查蓝图和检查施工的情况下建造整栋建筑。夜间判决是你的每日检查，你正在检查今天铺设的地基，你寻找裂缝，寻找与原始计划的偏差。你这样做不是为了拆除建筑，而是为了加固它。你庆祝那些被正确建造的墙壁什么奏效了，并计划如何在第2天纠正错误。你将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没有这次复盘，你就是在盲目建造，冒着整个结构日后倒塌的风险。这条法令的结论是实现持续的自我完善。通过将每一天都变成一堂课，你确保自己永远不会浪费一次精力，即使是失败的一天。如果你能从中吸取教训，以在明天获胜，那么一个你没有达到目标的日子就不是一个浪费的日子。这个简单的5分钟习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复利。1年之内，你将对你的生活进行365次战略复盘。想象一下，这创造的自我意识
和效率水平。你成为自己的教练，自己的战略家。这种做法是斯多葛派的核心。塞内卡每天晚上都会问自己，你今天治愈了你的哪个缺点？你抵制了哪个恶习？你在哪个方面变得更好了？他将一天视为生命的缩影，将夜间复盘视为确保自己在哲学道路上取得进步的机会。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他的原则，并调整他的航向。你正在做同样的事情，调整你的航向，朝着你决定要成为的人的方向前进。关键是缺乏评判。你不是好或坏，你是一个正在优化过程中的系统。数据只是数据。我因社交媒体分析了1个小时，不是一个道德失败，它是一个为你的明天策略提供信息的数据。明天，我的手机将在我的专注时间段内放在另一个房间。这种方法消除了自我评估的情感负担，并将其转变为一个纯粹实用和强大的工具。你不再是自己习惯的受害者，而成为他们的分析师。这个仪式也为一天带来了心理上的结束。你不是把焦虑和挫败带到床上，而是处理它们，并将它们转化为一个行动计划。这让你的心智得以深度休息，知道教训已经被吸取，明天的计划已经制定好。这是一种促进平静和清晰的心理组织行为，让你能以一个干净的石板开始新的一天，没有昨天错误的重负。今晚就开始吧，拿一本专门用于此的笔记本，称它为你的建筑师日记，并且要极其诚实，但要富有同情心的客观。你在哪里遵守了你的法令？你在哪里失败了？为什么？今天的阻力教会了你什么？你拖延的触发点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金子，它们是能让你为你的生活构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系统的洞见。通过这样做，你改变了与失败的关系。失败不再是你价值的判决，而仅仅是反馈，是系统在告诉你它需要调整的地方。有了这种心态，你将变得势不可挡，因为即使在你最糟糕的日子里，你仍然在前进、学习和成长。你确保你人生的轨迹总是向上的，即使路上有小小的跌落。记住，目标不是完美，而是进步。时间建筑师不期望有完美的日子，他设计一个系统，让它能日复一日地变得更好。夜间判决是该系统的反馈机制，它保证了你未来的自己将永远比今天的你更聪明、更强大、更有纪律。这要归功于你今晚有勇气面对的教训。循环在此处，在夜晚完成，但它指向明天。第5条也是最后一条法令，是最终决定法令。基于你夜间判决的教训，你将对你明天将成为谁做出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你不会等到醒来看看感觉如何，你现在你的理性思维掌管之时，就设定你的意图。你将为第2天设定你的单一意图。你将决定你的数字堡垒何时以及多长时间将处于活动状态。你将想象你的启动行动。你本质上是在今天设计你的明天。内心的冲突是被动性，相信明天的我会是一个不同的人，一个更有动力和纪律的人。仅仅靠意志力，自然的倾向是推迟决定，是想明天我再解决。但明天的我醒来时会有着与今天相同的心智、相同的习惯和相同的阻力。将重要的决定留给早晨，通常是昏昏沉沉和反应性的状态，是失败的秘诀。你现在在反思了一天之后所拥有的清晰和决心，是你规划下一步的最大资产。时间建筑师知道，一个伟大的建筑不是从早上铺砖开始的，
它始于前一天晚上对蓝图的详细研究，最终决定法令就是这种研究行为。你正在为明天的团队、你的身体和心智准备施工现场。当你醒来时，不会有犹豫，不会有对该做什么的困惑。命令已经下达，使命已经确定，你将不需要把你宝贵的早晨精力花在计划上，你可以将其完全引导到执行上。这条法令的结论是实现主动性。你不再以反应性的方式一天一天的生活，而是开始将你的日子连接成一个不间断的目的链。你再建立动力，一个成功的一天的结束成为下一个的发射台。你像一个战略家一样思考，总是比你自己的阻力领先一步。这种在前一天晚上做决定的做法，是区分等待灵感的业余爱好者和为成功构建系统的专业人士的东西。这最后的法令将时间从一种作用于你的力量转变为一种你塑造的材料。你正在将你的能动性和意图性扩展到当下之外，将你的力量投射到未来。这是自我主宰的终极表现。正如艾比克泰德所说，幸福和自由始于对一个原则的清晰理解。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而有些则不然。明天你将成为谁的决定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行使这种权利。那么作为你夜间判决的最后一部分，在一张新页上写下明天的日期，在它下面写下你的单一意图，要具体。明天我的使命是写我项目的前500个字。我的使命是为客户 X 做销售演示。我的使命是跑3公里不停歇。这个在夜晚的平静中做出的决定的清晰度，将是你对抗早晨混乱的最强大的武器。通过这样做，你正在向你的潜意识发送一个强大的信息。你告诉他计划已经制定，决定已经做出，执行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智在你睡觉时就开始解决问题。你醒来时不仅有一个计划，而且有一种之前没有的清晰和准备。你正在将你所有的部分都朝向一个单一明确的目标对齐。这是时间建筑师的完整循环。它始于一个单一意图，由一个数字堡垒保护，由一个启动行动发起，由一个夜间判决精炼，并由一个最终决定投射到未来。这不是一个技巧清单，它是一个系统，一个用于个人转变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系统。一个如果实施，使进步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的系统。你不需要更多的激励，你需要一个更好的系统。你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你需要在你已有的时间内做出更好的决定。这5条法令是你的系统，它们是成为你当下主人和你未来建筑师的操作手册。实施它们的选择是你的。你想要的生活不关心你的借口，它要求你的纪律。从数字反应者到自己一天的建筑师的旅程，不是一次跳跃，而是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步骤。每一条法令都是一步，今天就实践它们，今晚就复盘它们，计划你的明天，然后观察，日复一日，你如何开始不仅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日常，而且建立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在纪律、清晰以及最重要的是在有意图的行动中锻造出的身份。你曾向自己承诺要成为的那个人，并不在某个遥远的未来，它是在你今天做的决定中锻造出来的。在这5条法令中，你拥有了锤子和铁针，工作是你的，现在就开始。你生活的堡垒不会自己建造，拿起工具开始工作。第1块砖是你的决定，第2块是你的行动，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你已经走到了这里，
你听了这些法令，感受到了其中的真理。现在你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回忙碌的瘫痪，通向内疚和悔恨的循环；另一条建筑师之路，始于一个单一而有力的行动。你的改变不是从明天你醒来时开始，它从现在用一个声明开始，不是为我，而是为你自己。抓住在你内心搏动的那个意图，并将其转变为一个物理行为。评论：今天我开始作为你的公开法令，你作为你时间建筑师的第一个行动。这不仅仅是一个视频下的简单评论，这是你的誓言，这是你在沙滩上画的线。从这一刻起，再也没有回头路。你正在建设中，你已经走到了这里。你听了这些法令，感受到了其中的真理。现在你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回忙碌的瘫痪，通向内疚和悔恨的循环；另一条建筑师之路，始于一个单一而有力的行动。你的改变不是从明天你醒来时开始，它从现在用一个声明开始，不是为我，而是为你自己。抓住在你内心搏动的那个意图，并将其转变为一个物理行为。评论：今天我开始作为你的公开法令，你作为你时间建筑师的第一个行动。这不仅仅是一个视频下的简单评论，这是你的誓言，这是你在沙滩上画的线。从这一刻起，再也没有回头路。你正在建设中。如果这个视频为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发出了召唤，请留下你的赞，作为对你内在力量的承认。每一次点赞都是对你自己改变能力的一次信任投票。订阅频道并激活通知，不是为了关注又一个内容创作者，而是为了加入一个施工现场，一个由像你一样致力于日常工作以构建有目的生活的人组成的社区。在这里，我们不为你的停滞提供安慰，成为引导他收回自己时间的向导。最后，我希望你再做2件事来封印你的承诺。首先，除了你的初始法令，用1句话评论，这将是你从今往后的座右铭。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让这些话像力量和韧性的咒语一样在你脑海中回响。其次，如果你观看了这个视频的每1秒，如果你吸收了每一个字，并准备好踏上旅程，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不仅帮助我们，而且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和社会证明，向所有到来的人展示，这里是真正投入的人。欢迎来到工地，现在工作开始了。